大家好，当一位90后跟一位80后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您觉得舞台效果会如何呢？化学效果会如何呢？如果您想象不到的话，那就看一看《有匪》这部剧。因为当80后的赵丽颖跟90后的王一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的时候，所有的江湖该有的爱恨情长都会从您的灵魂深处和美好的想象当中缓缓地走了出来了。而当王一博最新杀青的新片《无名》的片花最新出现在了大荧幕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到80后的王全军跟90后的王一博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除了宣传刚需的各种一边倒的吹风和造势之外，实际上一种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弥漫开来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春节档电影的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我经常提到的那个演员易烊千玺了。他虽然比王一博小，但是呢，跑的倒是挺快的。这是王一博值得学习的地方啊。与吴京一同领衔主演的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之后，一如我的铁口，票房一骑绝尘了。现在以29亿票房的绝对的优势，稳居春节档的榜首之位了。而且呢，热度还持续的高涨，打破哥哥的神话，再创新一轮的神话，已经是不在话下的了。不仅如此，易烊千玺主演的另外一部的电影《奇迹笨小孩》也成为了口碑上的黑马了。该片到目前为止票房累计突破了8亿了，成绩可谓大好。同时呢，影片当中的那个易烊千玺所饰演的景浩，在大城市当中苦苦打拼的那个故事，同时也引发出了许多观众们的共鸣出来了。那种笑中带泪的情节备受观众们的好评。请注意，情节有时候真的可以带入到演技当中的，请格外的留意王一博所参演的所有的影片当中的那些情节。同为顶流小生的王一博，我已经无数次的进行了各种的对比的了。在电视剧市场大展了拳脚之后，他现在已经全情投入到转战到了电影圈了。现在与影后周冬雨合作的《长空之王》还未上映就已经备受瞩目了。而且呢，今年他有一部与影帝梁朝伟合作的狠片，也就是电影《无名》了。《无名》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成儿，他可是大有来头的。他对于谍战、对于犯罪的题材电影都能够驾轻就熟，创作经验也是格外的丰富。其中他所执导的谍战剧《罗曼蒂克消亡史》在豆瓣赢得了高达 7.7 分的高分的成绩，可算是口碑炸裂。因此这次由成儿再次执导的《无名》，质素方面观众们大可以放心的了。然而呢，问题也同样出在这儿了。尽管无名称得上是大咖式强阵容，目前为止已经公开公布的梁朝伟、王一博、周迅和王传君这4个人质素无忧，似乎票房的号召力也无忧了。然而呢，在新闻我从来都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票房前景真的是不太妙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首先，故事的本身就对票房产生出了很大的制约了。话说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么样的一个时间点和事件放在一块儿的话，很容易让人不由想起那部由巩俐、赵又廷所主演的兰心大剧院。因为都是谍战的题材、谍战的故事，所以呢，绝对不会有枪林弹雨那一种的大场面出来，跟血肉横飞、粉红倾倒的那种战狼片没得比。因此呢，故事中心会落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和打造方面。而且，无论从宣传照还是到预告片，
画面质感都很隐喻，或者说隐喻。就算不是真正的黑白电影，画面也绝对是灰色担当，相对暗沉的，不具备明艳的色彩。这对于看惯彩色画质、高清画质甚至 3D 观感的观影观众而言，无疑已经是大大提升了观影的门槛了。就像黑白照片一样，绝对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观看的感受。即便有些相当怀旧的专家老是畅谈黑白的逼格这样那样等等，但是呢，这些都是胡侃的门槛而已，而对于大众的观感和未来的票房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的。其次呢，预告片极具导演程耳的个人风格，这节奏、这画面、这构图，这种演员特写的拍摄方式都像极了他的那部质感和手法雷同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相比而言，那部《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演员的阵容更加的强大，算是汇聚了葛优、章子怡、前野忠信、杜淳、钟欣桐、倪大红、袁泉、闫妮、韩庚、霍思燕、杜江等等的名人，还有同样主演了这部《无名》的王传君等人。而且罗曼的故事也压根儿不输《无名》，结果呢？结果很悲催。由于电影的表现手法太过的文艺化了，而且节奏缓慢，演员的特写又特别的多，缺少大场面的快感和支撑。最终《罗曼蒂克消亡史》并没有被观众们广泛的接受，累计的票房仅仅 1.22 亿之多，片方分账才4500多万，成本都收不回来了。所以呢，《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投资方是华谊兄弟、英皇影业和程耳导演自己的公司喜悦电影。而这次《无名》，华谊兄弟和英皇都脚底抹油，都没有继续的投资了，而是换成了财大气粗的巨无霸博纳影业。差钱的操作和那种不差钱的操作可见一斑的了。有国家商场能否换来国民认可？这里的问号实在是太多了。新闻我就留给您自己去思考吧。2022年2月9号，大年初9，这部由王一博支撑起来的关注度超高的电影《无名》终于发布了首支的预告片。跟着电影《无名》首支预告和王一博无名演技这两个热辣辣的话题瞬间就被送上了热搜了。由此可见，流量之王王一博的无限的影响力是已经去到哪里了。其实预告片很短，一共只有30秒而已，场景也只有一个。除去制作公司的片头画面之外，王一博和王传君这两位演员自始至终都待在了非常空洞的海滩上，隐隐之间还透露着一种城市才有的非同一般的黑色的幽默风格出来。跟程耳导演的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一样，这种风格很难简单归类到商业类型的行列当中。明晃晃，该片有着商业类型的结构，但是呢，挥之不去的都是很拽、很黑白的文艺片的韵味。这两个人的短暂的出场，既有故事片的那一种角色的呈现，也有简单的叙述的线条，又有不止步于故事的表达的层次。原本说好了，无名的类型就是剧情，就是悬疑，就是历史。但是呢，
预告片中的这两个人的对手戏，却让人非常的哑然了，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黑色幽默感出来了。因为我有理由相信，《无名》不会是一部围绕情节的沉闷的作品。请注意，预告片当中90后的王一博和80后的王传君的对手表现反差还是有的，而且挺大。其一，从造型和气质上看，王传君所饰演的角色要比王一博所饰演的角色成熟老练不少。王一博在预告片当中立马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出来了。像是一位刚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经验，也不懂得去隐藏自己的情愫。这让我稍稍担心接下来的那些连带的演技突破方面的期待值了。其二，王一博的人设是简单化呢，还是复杂化了呢？这个问题在王传君的面前有些让人开始挠头了。无名的预告片当中，王一博对角色的把控的能力没有太多的呈现，衣冠楚楚的外表之下，仿佛自带了一股强烈的禁欲风，让人实在是五味杂陈。当看到了王传君所饰演的角色在杀人之后，王一博虽然上前去质问原因，但是呢，王一博的眼神当中并没有任何的激动或者说恐惧，反而呢脱口而出了白痴这两个字出来。这种人设要么是太深了，要么是太浅了。因为对尸体毫不在意的那一副极端冷漠的表情和模样，很容易让观众一片的脊梁发冷，头皮发麻。因为这眼神就是日常情况下见怪不怪的那一种眼神，这种年轻人早就有了的杀人如麻、少年老成的潜台词人设，差不多又跟木石之心挂上钩的了。这种奇特的人设的底牌，不知是好呢还是坏呢？总之，一时之间很难不让人满头的问号，辨不出正邪了。其三，对比胡子拉碴、形象苟且的80后王传君，90后的王一博的发型，完全是一丝不苟，精致异常。这个诱人可见的细节不容忽视。老实说，这同时让新闻我的心里面咯噔了一下，心想可能有些坏事了。站在王一博对面的这个王传君，形象相当的龌龊，而且还十分的有感，梳着82分的坏的那种老套的发型，露出了宽大算计的额头，再搭配上一副欲语还休的圆框的眼镜，同样穿着西装套装，而他的形象就特别的反差了。光看他这一身猥琐的造型，就是妥妥的反派角色上身了。结果呢，他一开口说话，同样也是妥妥的反派角色演绎了。这种分化的反差，让这部原本说好的谍战片，仿佛瞬间就变成为了搞笑片了。之前海报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种历史的厚重和场景的肃杀，明晃就是谍战片该有的那一种氛围感。结果呢，预告片一开，问号自然来。在表情带感、形象出彩的80后王传君面前，90后的王一博仿佛再次的进入到了木石之心当中去了。这绝对是导演和编剧的故意的编排。然而呢，这种编排好吗？
而这种编排偏偏把80后的最佳男配挡在了只在冲奖的90后主演王一博的面前。而且影帝梁朝伟还故意的缺席了这部预告片。您猜得到这里面的梗吗？当然了，即便这部无名的票房堪忧，但是呢，它的品质和票房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的。因为同款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本身还是好看的，还是有故事的。众所周知，90后的王炸弟弟在80后的王炸姐姐面前，各种释放开来的允是演技，其实就相当的讨喜，相当的带感，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就是新老搭配办事不累的该有的那一种化学效应了。那么如果80后的王炸姐姐同样站在了90后的一众女星面前的话，会不会出现80后王传君站在90后王一博的那一种反差感或者说违和感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关注。人世间老是有对比就会有伤害的。在当年神仙打架美女如云的娱乐圈当中，60后和70后的美人可以说是真的是各有风骚，风姿雀跃，甚至每一个地区的美人都有各自的特色，有的甚至美得让人惊为天人的了。50后的林青霞，60后的王祖贤，70后的李嘉欣，几乎个个都是天人合一的最高的化身了。那么你又觉得80后的美人，90后的美人如何去做个最强的总结呢？作为80后小花旦里面的顶级的流量，早期的赵丽一直都只能在各大剧组当中跑龙套而已，直到靠着新《还珠格格》里面的晴儿闪亮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之后，才正式的被观众们记住了。跟着呢，24岁的她凭借着于正的电视连续剧《陆贞传奇》，一举成为了新晋的流量小花。有趣的是，赵丽颖当时居然被人戏称为低配版的杨幂。可以说赵丽颖本人不是个让人一眼惊艳的超级大美女，但是呢，她那玲珑耐看的小圆脸只会让人越看越有味道，而且呢，还是越有味道越爱看的那一种。因此对比90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扎小花，抗老耐看的这个赵丽颖优势就出来了。到目前为止，当家顶流赵丽颖艳压那些90后的女演员，还是绰绰有余的那一种轻松的画面感。话说当年的赵丽颖和90后的杨紫因为合作过电视连续剧《青云志》，因此呢，这两个人经常会在各种的场合当中趣味同框。不出意料的，赵丽颖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都轻轻松松的完胜了杨紫。在这部电视连续剧《青云志》里面，赵丽颖饰演了碧瑶，而杨紫则饰演了陆雪琪。本来原著里面的陆雪琪和碧瑶的美貌和人气一直都是平分秋色的那一种，结果呢，是反差的结果了。这部剧里面的碧瑶在颜值方面全面的碾压了陆雪琪，而人气方面呢，更是碧瑶一边倒的高过了陆雪琪了。毕竟童星出身的杨紫真的在颜值的方面真的跟路人无差，只是演技
的的确确很能扛。突出的大额头，夸张的苹果肌，还有眼袋、山根啥的，真的是不要太多了。为此我也多次的聊过的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本频道当中很多颜值面相相关的各种的趣味点。于是乎，在很多戏外出席各种活动的各种合照当中，当两个人各自穿上了现代装的时候，躺赢的依旧还是那个赵丽颖。甚至有些合照当中，杨紫的头甚至还比赵丽颖大了几圈，大了许多，五官也相对的粗糙了不少。如果不聊年龄的话，那些不看娱乐完全路过的吃瓜的群众们肯定会以为赵丽颖比杨紫更加少女一些的。然而呢，那个江浙美女90后的李沁，颜值就真的是跟靓丽、跟亮眼或者说抢眼画上等号的了。甚至在新闻我的眼里，她在电视连续剧《楚乔传》当中所饰演的角色比赵丽颖还要出彩一丢丢呢。但是呢，在戏外，李沁在赵丽颖的面前就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了。在一些合影当中，美女李沁虽然是个妥妥的90后，但是呢，看起来比小圆脸赵丽颖还是要显老一些的。而那个比赵丽颖小了11岁的女演员周也，也是相当的悲催了。她一直都被网友们力捧为最美的95后小花旦了。然而呢，事实呢，对比呢，当她和赵丽颖一起合照的时候，就充分的说明问题了。任何吃瓜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看不出她有多么的漂亮出来了。甚至跟赵丽颖比起来，她看起来只剩下老气了。而且不得不提的是，她的颜值甚至比杨紫还要舒适一些。那就是周爷的脸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辨识度，实在是让人记不住。除此之外，同为某女郎的80后倪妮和90后周冬雨，也是形同赵丽颖和周爷的对比感了。本来就是红毯女王、时尚达人的倪妮，跟周冬雨站在一块的时候，那个身材瘦小、五官一般的周冬雨，立马就是黯然失色的最好的诠释了。因为两个人完完全全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美貌。周冬雨在倪妮的身边就像是一个烧火的丫头一般，而80后的女演员张嘉倪遇到98年的孟美岐的时候，情况如同赵丽颖和杨紫的同框了。那种美貌之间的战争，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的课堂范本了。孟美岐在张嘉倪的面前完完全全就是路人甲乙丙级别的水准了。两个人的合影活生生的诠释出来了演员和爱豆颜值有弊的这一深刻的娱乐圈真相出来了。岁月流金，美人易老，江山代有才人出。80后美人和90后美人的一番对比，你又作何感想呢？先我只想说，娱乐圈的美人质量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人了。天然的大美女已经是买少见少的了。在滤镜框、塑料脸和硅胶体持续横飞的日子当中，真真正正的颜值都已经纷纷的淹没在了历史长河当中去了。说到当今流行的00后的美人，连刘浩存这样的姿色都能够轻易的被吹成了绝色佳人了。这就只能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时无英雄，庶子成谋了。娱乐圈的江湖少不了这种纵向的对比和横向的战争，因为斗兽场关乎生存，关乎上位。然而呢，娱乐圈永远都需要杠杠的演技，永远都需要永恒的经典，因为颜值可以老去，演技只会发光。您说对不？